我叫江野，是个渔民，从小在海边长大。为了凑齐妹妹的手术费，我应聘了一座荒岛的守岛员，10万一天。为了能治好妹妹，不管这岛上有什么妖魔鬼怪，这钱我都赚定了。签字吧。你怎么能把合同扔水里？这么重要的东西没了，到时候你不认账怎么办？合同画在水里，天地见证，才算正式生效。这怎么还和画湿水似的？合同上面还有我名字呢，也太不吉利了吧！日薪10万，活过1个月结算，中途离职100倍赔付违约金。另外，岛上不该碰的东西劝你别碰，否则自己承担后果。要想活着，就好好遵守岛上的3条规矩。第一，每晚12点，岛上所有的灯要全部打开，少一盏都不行。第二，听见任何动静都别回头，更别往海里瞧。第三，看见海面翻白沫，别出声，更别动，等沫散了再走。就这一个破岛，规矩真不少。小爷我这守岛人的日子可算得上多姿多彩了。在岛上用这部手机，里面有预报系统，闲着没事多翻翻。啥预报？能让你活长一点的预报。出海看天气预报是我们渔民的常识，但这玩意儿怎么让他说的跟阎王爷的生死簿似的？我走了，祝你好运，希望你能在这座岛上活久一点。这女人还真是神秘，也不知道什么来头。大晚上的，这海浪声不对劲儿，怎么连窗户也开始晃了？林姐，是你漏了什么东西吗？连个鬼影都没有，真是奇了怪了。老子抓住你了！我看见你了，别躲了，出来！怎么可能？我明明听到有声音。呼，自己吓自己，原来是这个破风铃在作怪。先收拾收拾这破屋子，待会儿再出去溜溜，熟悉一下环境。到海上巡视一圈，让我瞧瞧这10万一天的班到底守着什么宝贝。怪了，连根鱼毛都没有，这海简直比我的口袋还干净。我去，鱼还长翅膀，怎么着？你这是要在海里考个飞行执照啊？叫的真难听，比我们村头王大妈家不下蛋的老旱鸭还吵。不好，是万年罗鱼现世，这大潮恐怕要把整个 A 市都给淹了。所有人听令，结阵，给我把这大浪死死压下去，绝对不能让市民们受伤。队长，这声波太强了，我们的屏障要碎了，根本就支撑不住啊！该死，这根本就不是凡人能对付的怪物。别管我，快通知总部，让全市市民立刻撤离。海巡司呼叫总部，海神级灾难降临，即刻组织全市居民避难。重复，立刻撤离海岸线，组织全市居民避难。叫混呢你！给老子把嘴闭上！嘿，你个瘪肚子货，还敢跟老子甩脸子？这么不老实，看老子怎么整你！撞在我手里，算你倒霉。丑是丑了点儿，但万一有人就好这口呢？把你带回去，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还敢跟老子叫板不？闭嘴！叫的比鸭子还难听，老实点趴着吧。我天，那是什么？好像是一根鱼叉，只用一叉就制服了万年罗鱼。这是哪位大能出手了？快看，那位大能又出手了，他竟然直接给了那畜生一巴掌。看这架势，天上那位不会是嫌这鱼太吵了吧？咦，刚才那老大的浪呢？怎么眨个眼的功夫就平了？
这就收走了，显得我们刚才好像小丑。队长，刚才的飞叉、巨手，还有那张网，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存在？不知道，但这绝对不是凡人能拥有的伟力。队长，能量源中断，目标消失了。这就对了嘛，看吧，不听话，多挨2巴掌就老实了。老实待着，等小爷回了岛，就给你洗一个香喷喷的热水澡。队长，能量源彻底断了，海啸也散了，那万年裸鱼真的就这么消失了吗？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暂时安全。去，都去给我找！能1巴掌扇晕万年裸鱼的，绝对是通天大能，就算是绝地3尺，也必须把这位世外高人给我请出来。哟，姐，您这大忙人怎么亲自过来了？你居然还活着！托您的福，活蹦乱跳，就是岛上的伙食差了点，我寻思着能不能和您预取点工资，囤2箱泡面改善改善伙食。你的命倒是挺硬，不过工资不能预支，1月1结，月底1分都不会少你的。行吧，那我省着点吃。对了，姐，我出海转了一圈，还捕了条丑鱼回来。不过我事先声明啊，是那丑东西先攻击的我才没忍住捕了它。你出海了？拿了您的钱，我不得巡视巡视吗？结果您猜怎么着？这破海里空空如也，海底下比我的兜都干净，连根鱼骨头都没有。我转悠了大半天，就撞见一只怪模怪样的鱼，通体银白，背上还插着2大翅膀，那嘴张开有这么大，呱，叫起来嘎嘎嘎的，比我家隔壁的老鸭子还难听。你碰到了裸鱼？啥鱼？反正被我给逮了，费了我好大劲才兜上来，上来还冲我呲牙呢。我反手给他脑门来了2巴掌，立马就老实了。你把龙鱼给抓了！走，快带我去看看。死了。嘿，奇怪，刚才还搁这儿扑腾呢，怎么眨眼就没气儿了？别是在水桶里给憋死了吧？你真的把他弄死了？我就轻轻扇了2巴掌，谁能想到这玩意儿是个花架子，这么不经打？这你就不懂了吧？从小这海里的活物，只要是我想捉的，就没一个能活着溜走。连裸鱼都敢招惹，你这条命确实够大。姐，瞧您说的，我以前连海蛇都敢同手抓，一条怪鱼算得了啥？那姐，这死鱼咋整？要不我把它给腌了晒鱼干？随你，反正这鱼是你杀的。那我要是直接把它下锅炖了也成？当然，如果你不怕死的话。姐，这玩意儿该不会是哪个研究所跑出来的变异物种吧？你非要这么理解，也可以。我就说嘛，正经鱼哪能长翅膀，还学鸭子叫，妥妥的科技与狠活。姐，我这算不算是超额完成业绩了？连这种变异大货都给您顺手办了，你能不能跟老板说说，给我加点辛苦费？你小子已经拿到最大的好处了，还不知足？好处？我连个赏都没听见，我拿啥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姐，你说话咋神神秘秘的？单拎出来每个字我都懂，连起来就听不懂了。老板发话了，从今天起，每捕获1头特殊海产，额外奖励你20万。20万？刚才那条死鱼算不算？算。我的亲姐，您早说呀！这下我很快就能凑齐我妹妹的手术费了。你别高兴得太早，海里那些东西可没那么容易对付。您就放100个心吧，别的事儿我不敢吹，但抓海货我可是祖宗级别的水平。就这片海，我闭着眼睛撒网都能一网一个准儿。只要钱足够，我能把这片海里所有长翅膀的、嘎嘎叫的，全给您捞上来。奇怪，我昨晚折腾到大半夜，今天起来不仅不腰酸背痛，反倒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这是睡出幻觉了？不管了，起床干活。为了妹妹的医药费，我一定要把这海里的东西全都捞光。
我去，哪个缺德玩意儿干的？这荒岛上居然还有活物，大半夜不睡觉，跑来偷吃我的下酒菜。行，敢偷吃老子的20万，老子迟早逮到你一起炖了。有动静，哟呵，会发光，这玩意儿肯定能值不少钱。我这一网下去，怎么着也能兜个3、5条上来吧。1条20万，3条60万，10条就是200万。来了来了，小钱钱们，快到爷的网里来！最少20万到手了，我真是个平平无奇的捕鱼天才啊！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你挡住小爷的视线了？我靠！什么情况？我的20万，20万就这么被你砸没了！谁？哪个王八蛋在这捣乱？有种给小爷滚出来！昨天偷啃我的鱼，今天拿石头砸我的网，存心跟小爷过不去是吧？不想让小爷抓鱼是吧？我还偏要抓了，我就不信这破岛还能把我这个从小泡着海水长大的老油子拿捏了。这回小爷连裤裆底下的礁石缝都钉死了，我就不信你还能从沙子里钻出来。靠！屏蔽起浪，这地方绝对藏着一个大家伙。捕捞前，请务必观察整片海域其他海兽动向。什么玩意儿？观察其他海兽动静，能有什么动静？难不成还能拦着我不让我捉鱼？还说这是什么预警系统？我看就是个马后炮，一点用都没有。哟，还有以前的守岛人留下的日记，让小爷看看他们都写了些啥。第一天，上岛风平浪静，就是鱼少了点，日薪10万，这钱赚的也太爽了。第二天，发现怪事儿，这片海岛总是莫名起雾，外界的规则气候在这里好像统统不成形，就连物种似乎也不太一样。第三天，长翅膀的怪鱼总是疯狂攻击我，我不是它的对手。第5天，我的指甲变蓝了，皮肤开始长出鳞片，我正在变成海里的东西。捕捞怪异海鱼者，肉身会被海兽气息侵蚀异化，勿近。不对呀，我前天刚捞了那么大一条丑鱼，顺手还抽了它2嘴巴子，怎么我全身上下连根毛都没变？算了，估计之前那个守岛的不想我们这些后人挣到钱，想吓跑我们吧。我去，涨潮了，我的鱼！我去，我网呢？放跑了我的20万不说，网还给我撕了。这岛上的东西不是跟我有仇，就是跟我有仇。又来，有完没完？这回又准备扔石头还是拍大浪啊？靠！这是什么怪物？比昨晚那条长翅膀的鸭子鱼也大太多了吧？我靠！哇！奇怪，小爷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力气了？这玩意儿是乌龟，看着都快比我的船大了。哎，那我骑在它身上，岂不是都不用自己开船了？我得试试。这就上来了，也太轻松了吧！邪门儿！我的手劲儿和平衡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逆天了？果然，我他娘的就是个天才！不好，这畜生居然能操控海水！完蛋，
这邪门的黑水根本就绕不过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子和你拼了！没死，我竟然没死！这玩意儿不会还有大招吧？刚那水墙没拍死我，他不得气疯了？哎！我跟你单挑，你还别嫌我底盘啊！今天海怪开派对了是吧？刚刚我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东西？天上砸海水，海里起妖风，网给扯了，鱼给啃了，现在连石头都长了腿，知道朝老子脸上砸了。我告诉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吓跑老子！还想让我翻船？我可是从小泡着海水长大的，在海里比上岸都熟。喂，老王八，你这是干什么？打不过准备投降了？这就对了嘛。华夏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靠，还能这样？老子差点就去见阎王了啊！左边是水怪，右边是石头，前面是大王八，合着就我是自助餐是吧？完了，没地方躲了！老子今天不会真要交在这里了吧？好险，差半寸我就跟着破木船一个下场。36计走为上计，不管那边是什么龙潭虎坑，也总比这鬼地方强。我上辈子欠你多少钱啊？至于追这么紧吗？哎，怎么不追了？就这，一块普通的石头台子，我还以为这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去，什么动静？还会动，跟水一样。我就说一天10万，怎么可能是轻松差事？这荒岛还真是处处都透着诡异。礁石祭坛是全海域唯一安全地点，所有异兽都会在这里安静下来。你可以在这里得到保护，前提是他允许你的到来。什么叫他允许我的到来？不允许会怎样？这个他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这破 app 的预警永远是马后炮，海里的怪物一只比一只邪门。现在连祭坛都他娘的能开物理护盾了，这岛绝对藏着惊天大秘密。我妹还在 ICU 躺着等救命钱，我要是在这把命丢了，挣再多也是白搭。这上面怎么还画了条鱼？我去，这不是我前天揍过的那条公鸭嗓鱼吗？它怎么上墙了？这光幕居然还带自助画画功能，这岛没救了。还会自动闪避，这玩意儿难不成也是活的？不行，再待下去，我的命迟早得交代在这儿，这钱小爷不挣了。精神劲儿不错啊，看来过得挺好。托您的福，阎王爷嫌我太吵，没收我。不过姐，这荒岛守卫我是真干不下去了，您把这几天的工资结一下，我立马坐船走人。不干了，是嫌钱不够？这不是钱的事儿，这地方又是带翅膀的怪鱼，又是山一样大的王八，我江也就一条贱命，还有妹等着我回去照顾，绝不能把命扔在这儿。日薪翻倍，20万一天，你也不干吗？
20万？凡是你捞上来的异兽，捕捞奖金从20万直接填到30万一头。另外，每个月额外给你加15万的高危岗位补贴。姐，您这涨工资的架势怎么跟批发市场清仓甩卖似的？至于吗？因为别人守着岛活不过3天，但你能。江野，你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你跟别人不一样，这座岛只有你能守。我清楚个屁！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只知道这鬼地方邪门的很，我不想拿命去赌明天。那你回去拿什么交你妹妹的 ICU 费用？去餐馆刷盘子，还是去码头扛沙袋？我不需要你做别的，只要守夜、巡海、捞鱼，跟之前一样，把那些越界的畜生处理掉就行。其他的，你一概不用管。事先声明，我拿什么钱办什么事儿，其他的别想指望我。什么深海秘密，什么变异怪物，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成交，20万底薪，赏金和补贴另算。现在就可以重新签合同。我再干1个月，就1个月，到时候就算你给我1个亿，我也要走。可以。你是不是打一开始就故意瞒了我很多事儿？你只需要知道，只有你活着，我才能把钱发到你手里。他留下了。我妹还在医院里躺着，我必须再拼一把。既然拿了这笔烫手的钱，小爷就不躲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与其等那帮畜生来敲门，不如小爷主动去砸了他们的场子。就从上次那只老王八开始吧。你这扁毛畜生，先前甩了小爷一身水，现在拿你的骨头磨一把防身刀，不过分吧？嚯，比菜刀还轻便锋利，用来剁王八刚刚好。别用那种眼神瞅我，咱俩昨天晚上的账，今天也该好好算算了。居然没断，这鱼骨头做的刀比我想象的还要结实啊！不好，不能让这畜生潜下水。死了，死得好！你这老王八早就该死了。祭坛的护盾好像又亮了点，难不成是因为我杀了这老王八？我去，这岛他娘的是把这些臭鱼烂虾当成充电爪在用啊！杀一个亮一个，这破祭坛还带打卡记录功能的。光目越亮，岛上的结界好像就更为稳固一些。合着真正的充电宝是小爷我呀，我就纯立功呗。所以这岛就是一台机器，异兽是燃料，而我是那个往炉骨里添柴的人。怪不得林霜死活不让我走。不对，这屋里的腥味太重了，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警告，前方海域进入极度高危状态。天天光谈闯祸不干活，叫的比谁都大声，有个屁用！你倒是告诉我，这雾里到底藏了个什么怪物啊？按理说，这种鬼天气不该出海，但 IP 锁不定位置，说明那畜生正在迷雾里寻摸突破口。我不去逮他，他就得来逮我。行吧，那我就主动上门，不给他挑地方的机会。这雾厚的跟灌了水泥似的，连风都吹不散。江野，清醒点儿，这不是真的。小月还在医院等着你的救命钱，这时候自乱阵脚，就是把命白送给这海里的畜生。蛇，搞了半天，高危警报就报了你这么个细皮嫩肉的小家伙，我还以为多厉害呢，原来就这。你这小身板啊，送去参观做蛇羹都没人要，比之前那只大王八差远了。一条蛇确实不可怕，
可他娘的10000条蛇拼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各位，等一下，咱们都是文明人，有话好好说成不？这件破衣服，我不是2年前搬家时就扔了吗？哥，你终于来看我了。哥在呢，月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身上还疼不疼？哥，你别走好不好？就在这儿陪着我，永远陪着我，行吗？傻丫头，哥不出去挣钱，你的医药费怎么办？我不要钱，我只要哥。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离开我了，不然我就不治病了。好，哥答应你，不走了。我去！绿皮畜生，连我妹妹也敢变！你真当小爷没脾气啊？小月，哥答应你的事儿还没办完呢，在这之前，哥绝不能倒下。玄贵兄弟，回头小爷一定给你烧上3炷高香。刚才要不是你的控水遁，小爷今儿真得交代在这幻觉里。哟，搞了半天，你这高危异兽也就这点幻术的本事，是不是没想到小爷能硬生生杀出来啊？看破虚妄，这能力牛逼呀！以后谁要是再敢跟小爷玩诈骗，小爷一眼就能瞅穿他的底裤。还真是每一头被宰的异兽，都成了给这结界续命的燃料啊！小爷在岛上不单是守卫，还是这破机器的专属充电器呗。谁在外面偷看？给小爷滚出来！这东西要是扔在海里喂鱼，简直是暴殄天物，但留着又没啥用。不过要是把它们好好打磨一下，做成防身的护心甲，或者小巧别致的蛇鳞坠子，摆在地摊上绝对是爆款啊！这防御力不比防弹衣差吧？以后跟海里的畜生近战，谁还能扎得穿小爷？这质感比我在夜市上买的那些塑料贝壳项链高档了不止100倍。等小爷回城里了，开个网店，一单怎么着也得卖他个12800的。趁着岛上安生，先攒一批货，回头找机会出手，提前把妹妹后续疗养的费用备足，省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到处求人。队长，前方就是地图上标注的神岛了，确定就是这片海域。千真万确，那条万年裸鱼发出的海神级能量信号，最后消失的坐标就在这座荒岛的方圆2海里内，信息绝对不会有错。太反常了，这地方灵能波动如此剧烈，海面上却连一只海鸟都看不见，安静的跟座坟墓一样。队长，您说那位以一己之力平息了海神级灾难，轻松捏死万年裸鱼的隐士大能，会不会就在这座岛上？很可能。放眼整个大夏，能如此轻描淡写将上古凶兽当鱼抓的，除了那些避世不出的神明，绝无第二人。这座岛屿危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走不出这片海域。所有人，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那队长，我们是靠岸还是靠岸？本队长要亲自去见见那位翻手就能灭掉上古凶兽的大能。
这些是？队长，这是 S 级凶兽玄龟的本命甲壳。去年东海分部遇上同级别的玄龟，3艘全副武装的巡逻战舰被他一把抽沉了2艘，死伤无数啊！裸鱼翅骨还是完整的一根，这不会就是上次作乱 A 市的万年鲈鱼吧？居然被人抽出鱼骨，当垃圾一样甩在外面。这是青蛇的鳞片。去年北海基地被一头未成年的青蛇袭击，整栋大楼血流成河。可如今，他的本命鳞片居然被穿成项链丢在这儿。究竟是何等恐怖的人物，才能把这等凶兽当成地摊纪念品一样随手雕琢？哟，各位，这是送外卖的还是查水表的？我告诉你们，我可没钱给你们啊！这位小哥，你就是这座荒岛的守岛人？是啊，小爷在这上班。你们又是哪条路来的？上岛之前跟林姐打报告了吗？队长，仪器显示他体内没有一丝异内，就是一个肉体凡胎的普通渔民，咱们也不用对他那么客气吧？闭嘴！人不可貌相，等我问清楚再说。你好，小哥，我是海巡司特勤队队长白刚。我能问问你，地上这些凶兽残骸，究竟是哪位引蟹前辈出手镇杀，并打磨成这般模样的？哦，你说这些破烂我弄的呀？怎么样，我这手艺还不错吧？正打算过2天带回城里摆地摊卖几个辛苦钱呢。你弄的？不然呢？磨着几块破骨头，磨得小爷满手都是水泡。怎么，看各位很感兴趣，要不要照顾一下小本生意？给你们打个8折优惠。前辈，这些凶兽当真全凭您一人之力将其镇杀的吗？我叫江野，别叫我前辈。小爷还想多活2年呢。而且杀这些怪兽很难吗？你就直说吧，你们到底买不买？队长，这可是顶级宝贝啊，市面上就算有钱都买不到。是啊，队长，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废话，我能不知道这些东西有多珍贵吗？我是在愁咱们队今年的经费到底买不买得起啊？也是，这等通天法宝，就算把我们特勤队卖了，恐怕也付不起一个零头。不行，此等机缘要是错过，我那过世几10年的太爷爷都得气魄揍我一顿。今天老子就算倾家荡产，也得跟这位前辈打好关系。江前辈，那您给这些法宝开个价吧，在下绝不还价。那什么，既然你诚心要，我也爽快点，一口价，拢共收你5000块，行不？这群人看着派头不小，兜里指定有不少钱。我先开个5000的高价，宰一宰。等会儿要是他们嫌贵还价，小爷再降到3000甩卖。嫌贵，那4500真的不能再低了。这些蛇鳞片特别硬，我钻孔的时候手指头都磨掉一层皮，纯手工，不骗你们。队长，他说多少？3件能防御重炮轰炸的神甲，加5件顶级辟邪神物，只要4500块，这他娘的是白送啊！前辈高风亮节，视金钱如粪土，但我们海巡司绝不能白占这等天大的便宜，我们全要了，一口价100万，现结。多少？你再说一遍。100万，要是前辈觉得不够，我立刻向总部申请，追加到200万。不用，100万足够了。我的个乖乖，一堆破鱼骨头、烂王八壳，这群人居然要花100万来买，城里人的钱现在都这么好骗了吗？慢走啊，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使用上的问题，随时在据信上戳我。多谢江前辈赐宝，晚辈感激不尽。客气了，是我该感谢你们这些大客户才是。祝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不知道江前辈在此守岛多久了？没几天。怎么了？以后这片海域如果有异常动静，您随时可以联系我们，这是我的私人号码。好，没问题。以后再有好货，我一定第一时间给老板们打电话爆料。这海不对劲儿啊，怎么跟煮开了的泔水一样，颜色绿的？小爷我发慌，你行不行啊？之前马后炮也就算了，现在连炮都放不响了，要你有什么用？怪了，前天刚宰了那条大青蛇，按理说这结界的电量应该是满格啊，怎么一眨眼就虚弱成这熊样了？不对劲儿！我的亲娘哎，这么大一条缝，这是海底火山爆发了，还是地府的房顶让人给掀了呀？异兽群已溢出。队长 ，A 市断水3天了，上游水库已经干涸了，地下水位也降到了历史最低。气象部门说这不是普通的干旱，
这么大规模的干旱，绝对是有东西在作祟。灵能队排查出源头了没有？锁定了，队长。荒岛海域显示异常，就在我们撤离后不久，该区域监测到一股极其燥热的恐怖灵能扩散，与干旱的范围100%吻合。快去藏书阁，查阅所有关于高温和干旱的凶兽古籍！快呀！队长，查到了。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风山，有兽言其状如蛇而四翼，其名曰肥夷。初，这天大旱，赤地千里，它是神话级灾兽肥夷。这破岛简直快成烤箱了，再这么热下去，小爷非得光膀子干活不可。这温度不对劲儿。队长，这已经是我们尝试的第5套预手方案了，灵能设备还是全部因为高温过载被烧毁了。温度还在持续攀升，这种级别的法则压制，连高科技灵能设备都撑不住，根本不是我们靠人力能硬扛得了。那我们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大夏100万人被生生烤死吗？到了这一步，求与抗旱都是治标不治本。想要救 A 市，只能想办法从源头上把那点火的畜生给镇杀了。胡闹！所有的降雨弹、灵能干预设备，难道一丁点降温效果都没有吗？常规灵能装备一靠近高温区就会自燃，这不是普通的自然灾害，这是上古异兽降世自带的赤地领域，凡人科技根本无法抗衡啊！既然科技走不通，那就换个方法。之前荒岛上单手镇杀万年鲈鱼的那位神秘高人，你们还能联系上吗？您的意思是，请那位隐士大能出手来救 A 市？立刻联系他，不管他开什么条件，全部无条件满足。只要他愿意出手镇杀肥役，他就是我们整个 A 市100万市民的救命恩人。前辈，我是海巡司白刚，现在遇见了一点麻烦。您的荒岛上有一只生6翼4脚的肥夷在作祟，晚辈想恳请您出手镇杀它。前辈，我知道这样很冒昧，但这只肥翼真的很麻烦。停，别扯那么复杂。你的意思是，我这荒岛上有一只大泥鳅，你们想拜托我除掉？泥鳅？我们说的是一个东西吗？大佬就是大佬，大名鼎鼎的肥夷，到了他嘴里竟成了大泥鳅。前辈，那东西不是泥鳅。这岛上的东西是有点邪性，但也不是处理不了。难道他们是嫌远才来找我帮忙？别管是啥了，这个忙我帮了，你们就放心吧。不愧是前辈，果然干脆。不知道前辈想要什么报酬，只要您说，我们全都答应。没事，不用给了，就当我上次的售后了。一群土大款，上次那点装饰品就出那么高价，以后说不定还能照顾我生意，这次一定得维护好关系。真的吗？那就麻烦前辈了。等等，事情是答应了，但我应该去哪里找这个肥夷呀？嚯，好家伙，长得红彤彤的，可不就是一条烤熟了的大泥鳅？我的衣服，上来就这么大火气，行，爱玩火是吧？小爷今儿就叫个凉快的来陪你玩玩。玄龟大哥，大敌当前，借你这水遁一用，你可别抠搜啊！青蛇，帮小爷看准了，可千万别让我白白挨这一下。前辈跟那尊神话级灾兽正面对抗上了，这灵能变斗堪比2神交战啊！去死吧你这转基因大泥鳅！万旱不侵，看来小爷以后能自动免疫所有火焰和高温伤害了。那小爷以后回了城，夏天是不是连空调费和冰棒钱都省了？队长，降下来了 ！A 市的实时气温从刚刚的45度瞬间降回了28度，只用了不到15分钟。不仅如此，周边受到波及的6个城市也全都同步解除了干旱预警。气象局最新消息：天降甘霖，我们全境都下大雨了。大佬一出手，果然没有办不成的事。100万生灵，他翻手间便保住了。是啊，江前辈真是活菩萨，不仅把神具低价卖给我们，这次更是分文不取。就替我们解决了弥天大祸，我们必须得好好感谢他老人家。对，像江前辈这等淡泊名利、心怀天下的隐士仙人，我们绝不能怠慢。谁大白天在背后咒小爷呢？还是哪个有钱的大老板又惦记上小爷的手艺了？
哈哈哈，可算下雨了。再这么烤下去，小鱼没捞着，小爷自己倒是要被端上餐桌盛一盘红烧肉了。九哥出大事了，肥一被斩了。A 市的大汉在半小时前就彻底消退了。肥一被斩，这怎么可能？难道又是那个守岛人干的？是的，而且情报显示，他只用了几招就把那万年肥一活生生给抽筋剥皮了，而他自己一点伤都没受。从楼宇到玄龟，再到今天的肥一，再让他继续杀下，宗印里的凶兽早晚全被他消灭干净。大人的伟业，绝不能毁在他手上。可那小子在荒岛上有结界保护，我们的人根本无法靠近。上次海巡司登岛，我也只敢混在里头放颗干扰珠，再多的就没机会下手了。既然他在岛上是无敌的，那我们就想办法逼他自己从那座安全岛上走出来。逼他出来？九哥，您的意思是对他的家人下手？情报里不是写得很清楚吗？他之所以愿意拿命去给海巡司守岛，只是为了得到那笔天价日薪。他守岛是为了拿钱给他妹妹治病，他妹妹出事了，他还能安心守在岛上。所以，只要他妹妹在医院里出了什么意外，这小子绝对会彻底崩溃。到那时候，就是我们除掉这个祸害的好时候。聪明，你想办法潜入医院，我要他妹妹今晚就彻底闭眼。跟我们破印会作对的人，我绝不会让他有好下场。怪就怪你有一个多管闲事的哥哥连累了你，下辈子记得投个好胎。怎么可能？这丫头身上居然有顶级大能留下的防护盾，就算有保命符护着又怎么样？今天阎王爷要你死，谁也拦不住。3楼病房紧急呼叫，37床患者江月心率归零，快来人啊！今儿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啊！没想到那条大泥鳅能量这么足，直接让你满电了。看在今天天气这么好的份上，小爷就不计较你刚才差点把我烤熟的事儿了。哟，这破祭坛还挺有灵性的，还学会跟小爷套近乎了。那你变个戏法给我瞧瞧。行啊，还能当台灯使呢。我可是你的衣食父母，知不知道？我负责在外面打怪，你负责在家里安心充电维护，咱们这叫合作共赢。请问是江月患者的家属吗？这里是 A 市中心医院，您的妹妹江月突然心脏骤停，生命体征极度微弱，请您尽快到医院见她最后一面吧。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小月病危了，怎么会这样？我必须得回去，我现在就得去医院。小月不能死。去他娘的日薪20万，去他娘的守岛协议！如果我妹没了，老子要这些臭钱有什么用？我守着这该死的破岛还有什么意义？江野，冷静点，你现在绝对不能离开这座岛。滚开！你给老子放手！我不会放的。肥一刚死，结界正处于最不稳定的融合期，这座荒岛、这个结界，甚至整个大夏的海域，现在都不能没有你坐镇。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妹妹要死了！我就是一个为了给我妹妹凑医药费，被你们骗来荒岛卖命的普通渔夫。我现在必须回去陪她，谁挡我就宰了谁！你竟然能一击将我重创，江野，你果然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林霜，我最后说一次，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疯话，更不是什么被选中的人。我稀里糊涂被你骗到这座岛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她没了，我在这挣再多钱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江野，你以为你现在回到 A 市，回到那间冰冷的医院病房里，你妹妹江月就能好起来？你回去除了站在病床前手足无措的大哭，除了眼睁睁看着心电监护仪上的监测线彻底变直，你还能为她做什么？你说的轻巧，我留下来只会连她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你凭什么敢在小爷面前说这种大话？就凭我能救你妹妹，跟我来，我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你，你再做决定也不迟。你以为这只是一座荒岛，其实这里是上古大封印的唯一中枢，而这万丈深海底下封着的，全是传说中能毁天灭地的远古异兽。太古洪荒时期，山海异兽各分两脉，一脉为秉承天道的瑞善之兽，
一脉为祸乱世间的凶恶之兽，两脉相生相克，在凡间本相安无事。但后来，一个神秘黑手组织暗中袭击了镇世的善兽一脉，导致秩序崩盘，恶兽趁乱发起灭世反扑。为了不让凡间沦为炼狱，所有人兽们自愿燃尽神魂，将暴动的恶兽连同他们自己一起死死封印在了这座荒岛深渊之下。那些善兽呢？他们还能再醒过来吗？醒不来了，他们把自己炼成了封印。这座祭坛，这片光幕，你看到的那些图痕，全都是他们的生命在燃烧。除非什么？你快说啊！你每在岛上镇杀一头恶兽，封印就能补充1分能量，因为你江野天生就是手印人，杀兽补印，完美继承善兽的天赋神通，这是你躲不掉的宿命。如果有一天，你将这残缺的封印彻底补齐，那些上古善兽，说不定真的能重归人间。林姐，你这伤是我刚才在码头那一掌给打出来的？不关你的事，这是我以前和破印会那帮疯子打斗留下的内伤。破印会？这又是个什么鬼东西？一群妄图破除太古封印，放出被镇压的恶兽来祸乱世间的极端疯子。他们是因为对你下手不成，才转头盯上了你妹妹。这帮畜生居然敢对我妹妹下手！破印会是吧？老子记住你们了！好在我之前给你妹妹留了一缕守护清光，今天他们潜入医院动手，触发了我的护身禁制，这才保住了你妹妹一条命。我本想除掉那个下手的男人，但感应到你发了疯的要离好，只能先赶回来。不过你放心，你妹妹我帮你护住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你刚才说你能救我妹妹，你是不是有治好她的办法？没错，这封印结界中蕴含的神鸟青鸾之力，是唯一能根治你妹妹先天心疾的力量。有了它，我就能逆转生死，为你妹妹重塑心脉。你没骗我，你真能救小月的命？只要你继续守岛，修补封印，我现在就能动用青鸾之力救你妹妹。但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这股青鸾之力一旦动用，你体内的守印者血脉将与这座荒岛彻底绑定，你这一生都再也没有退路。你可愿意？我愿意。从今往后，我江野这条命就交代在这破岛上了。我会替大夏镇住封印，而你现在就要救我妹妹。青鸾之力已经渡到你妹妹体内了，她没事了。江先生，奇迹！这简直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啊！您妹妹的心率恢复正常了，连她体内先天坏死的心脉都在一瞬间全部痊愈了。真的救回来了！上古瑞兽言出必业，既然你答应了守岛，我便送你一个完好无损的妹妹。说吧，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割开手掌，把你的血滴在光幕上，一滴足矣。从此，这山海封印便会生生世世彻底认你为主。就滴一滴血这么简单？不用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上3炷香，跪下磕9个响头什么的？还能和我贫嘴？看来你心情已经平复了，那就抓紧时间认主吧。林姐，你没事吧？没事，就是刚才消耗了太多灵力，有点累，休息几天就好。刚才是我急糊涂了，失手打伤了你，对不起。还有，谢谢你救了我妹妹。不用谢我，只要从今往后，你能好好守护好这座荒岛，就足够了。你放心，既然我江野签了这份契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不会放任何一只畜生从这岛上跨出去一步。说那个病秧子不仅没死，还彻底被治好了，江野更是彻底跟荒岛封印无为一体，成了名正言顺的守印之主。不是说你能杀他吗？不是跟我保证他能死在那张病床上吗？现在呢？九哥，我也没想到林霜那个贱人还留了后手。哼，没用的废物！九哥，你疯了！你当真要把那位大人给放出来？没出来，整片海域都会化作死海啊！就连我们恐怕都……我当然要放他出来！我要让那手印人，让海巡司，让这座碍眼的城市，全部给老子的宏图霸业陪葬！
九哥，你真要放出饕餮，那玩意儿出来，我们自己也控制不住它呀。控制？本座为何要控制他？我就是要让他把那座荒岛彻底吃空。他江野不是很能手吗？好啊，本座倒要看看，面对饕餮，他还守不守得住？成功了，出来了！饕餮，给老子冲过去，把那座碍眼的荒岛吃个干干净净！封印的力量在变弱，这什么东西在底下作妖呢？饭量这么大，连防护柱上的能量都被他硬生生嚼烂了。小爷我活了20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胃口这么好的奇葩。是饕餮，4大凶兽之首，他出来了。饕餮，就是传说中那个啥都吃的怪物。那什么，林双姐，我最近刚练的滚瓜烂熟的玄龟控水术，对它能管用不？异兽有神通，饕餮却只会吞噬。你杀别的异兽能靠技巧和神通，杀饕餮却很难有什么窍门，因为它会吞噬你的一切能量，你越打，它越强。我去，意思是我打他一拳，他能顺嘴把我的拳头也嚼了？你说呢？饕餮可吞万物，你在它面前连塞牙缝都不够。那我还拿什么打？就是送上这条命，也不过是给人家当小菜啊。不管了，怎么着也得试试。这玩意儿皮厚的像城墙一样，打他也不觉得疼啊。他把自己流的血又吃回去了，他是垃圾桶吗？还搞回收利用？饕餮没有死亡云茧，你杀他一次，他就吞噬自己的血气，进化一次，越杀越强，永远都不会死去。那我不杀他，让他自己饿死行不行？他总不能吃空气吧？他可以吃封印，吃浊气，吃沙土，吃一切东西，甚至是这颗蓝色的星球。行，当我没说。我绕后，他扫尾；我打正面，他张嘴。这玩意儿是不是长脑子了？他没有脑子，但他有嘴。好家伙，一张嘴吃天下是吧？那我拿他怎么办？我打他等于喂他能量，我不打他他又吃个不停，合着我只能站这儿看他吃自助餐。从来没有手印人遇过饕餮，你是第一个，所以我也没找到现成的打法。合着我成小白鼠了呗？那我能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这顿先借账上，下顿再说。你可以试试。必须赶紧想出办法，不然小爷辛辛苦苦积蓄这么久的力量全让他吃光了。姐，你听见没？那畜生的肚子里居然在咕噜噜的打雷，搞了半天，这家伙是饿着肚子出来跟我们打架的呀！饕餮永远吃不饱，这是他的天性。那我砍他，他吃血气；我加固封印，他吃屏障；我站在这儿，他吃空气。那我不管干什么，都是在给这恶活送外卖啊！他这眼神不对劲儿，好像是看上我手里的这团金色小夜灯了。好家伙，这大肚子肥猫居然真的对小爷的手印人气息感兴趣。那如果我用这最精纯的手印人生命力喂它，它能嚼动不？小爷这就试试。它吃了我的气息，好像温顺了不少。好，那今天小爷就彻底驯服你这只小野猫，看你还怎么出来为祸人间。江野，你干什么？站住！林双姐，别拉我！今天小爷我非得给这尊太古吃后上一堂咱们大夏的免费试吃体验大课。来，别去啃那破保护罩了。小爷体内的手印人本源秩序神光，给你管饱。江野，他张嘴了，你快回来！你驯服了他，你驯服了饕餮这只太古凶兽。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看，这家伙吃饱了，不就不去捣乱了吗？而且我发现这家伙来者不拒，刚才还把海面上飘过来的一团黑气给消灭了。既然如此，那我驯服这饕餮去对付破印会那群畜生也未尝不可。这世上还从没有人能驯服洪荒凶兽，江野，你是怎么做到的？嗨，这有什么难得？他就是太饿了，我用温和的神光喂他，肚子填饱了，自然也就没有心思去搞破坏了。太神奇了！
古籍中还从未记载有这种驯服异兽的法法。林双姐，手印从不是杀庄异兽，十恶不孝者可杀，那些杀不了的，驯服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手段。善恶归序，驯服止乱，才是平衡山海的根本。你果然是天帝唯一认可的正统手印人，受教了。行了行了，别给我戴高帽了，我也就是试试。他这是在干什么？这不就是小猫打滚吗？估计吃饱了犯困，消食呢。回去给他做点猫饭得了。这岛上又不是没锅，吃了小爷做的大夏史实，我就不信他还吃得下别的。有东西过来了，个头不大，但灵气很足。这又是哪个上古神兽来串门了？不会也是来蹭饭的吧？饕餮那个大胃袋的伙食费还没给我结清呢，我可养不起别的兽了。魁牛，传说中主宰雷霆，能镇压万丈狂澜的魁牛。洪荒时期，他便一向深居简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荒岛？哎，魁牛大哥，看你大老远赶路也挺辛苦的，来，先吃口新鲜热乎的青草，等会儿小爷再带你回屋喝口面汤。林双姐，你快看，他真吃了，这跟咱老家的耕牛吃草有什么区别啊？这是魁牛，不是你家的老黄牛。反正都是牛，有什么区别？这家伙长得跟大水牛一样，哼！你叫他魁牛，那小爷往后就叫他老魁了。嘘嘘嘘，老魁，来打个鸣。老魁，来翻下地，小爷给你弄好吃的。呸呸呸，这家伙比我家大黄狗都听话。林姐，你看看，多乖的牛，我喜欢。反正那饕餮已经很能吃了，我再养头牛也没啥不可以吧？它是魁牛，山海瑞兽，不是你家的看门狗。你看，它能震浪压潮，还能翻土耕种。这么听话的老牛，要是搁我们老家，高低能得个最佳耕牛奖。林双姐，咱们荒岛以后就让老魁犁地种菜，等菜长出来了，还能给饕餮那大胃肚省下不少猫粮钱呢。这日子多有奔头啊！江野，老娘雇你来当守岛员是镇守大夏的，不是让你在这荒郊野外搞海岛农家乐的。干嘛呢？大清早的想让小爷遛你了？等我把牙刷完的，别闹！我靠！10个身子连1颗鱼头，这他娘是哪里来的畸形种？不是小鱼，你一个在海里游泳的海洋生物，怎么一开口叫的比我村里养的大黄狗还纯正啊？这要是整回屋里去，起一锅麻辣9公盘火锅鱼，你这一个身子都够小爷我做一桌全鱼如，天天不重样，吃上10天半个月的了。嘿，你这小家伙，没看出来还挺会巴结人的吗？怎么？怕我真吃了你？行吧，看在咱俩都是打工人的份上，今天放你一马。我刚收了头牛，养了只猫，就差条狗了。你叫声合适，以后就是我家的看门狗了。哟，林双姐，今儿刮的是什么风啊？当清早的你就上门视察工作了？这又是什么？河螺鱼啊，叫起来像狗，我给它起了个名叫阿狗，平时喂点剩菜病饭就行。可比城里那些几万块钱的宠物狗省心多了。哎，嘿，你干什么呢？给小爷走开！干什么？你这个色鱼，看见漂亮姐姐就往身上爬，小爷都还没蹭上呢，让你抢了先了。这又是什么？冉姨啊，我给她起了个名叫小梦，和睡眠香薰似的，养一只整夜安睡，比什么保健品好使多了。你把山海异兽当香薰用？对啊，老魁耕田报时，饕餮净化水源，阿狗看家预警，小梦助眠安神。姐，别看我这木屋旧，它现在可是全无智能。姐，你也快体验体验。我看你都有黑眼圈了，想来是最近太劳累了。姐，守岛归守岛，咱也得提高一下生活品质，对吧？你看，这样休息一下多好，不用打打杀杀的，封印也守住了。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但就怕有人不想我们这样平静下去。
九哥那个江野，他在岛上搞了个宠物乐园。什么？简直荒谬！江野那个该死的凡人，竟然把神尊最得力的毁灭巨兽训成给他看门护院的哈士奇。九哥，那小子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应对啊？好一个江野，他不是很喜欢收编宠物吗？那本座今天就成全他，给本座调动封印底下的中阶兽潮，那群恶鬼狠狠碾碎那座破岛。九哥，诸军角离里全是中阶异兽，一次全放出去会失控的。失控？本座就是要让他们彻底失控。那江野不是很牛逼吗？面对这漫天杀戮的兽潮，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这是双11大促还是100亿补贴？怎么还带批量发货的？兄弟们，都别装死了！有地主家的傻儿子来砸场子，起来给小爷干活了！不错呀，小涛，这正面防守给你个满分。看在你今天表现这么积极的份上，小爷我就特批你叫大卫带保安队副队长了。老奎，你这个保安队长当得比我称职。阿狗说有人从后面来，哪儿呢？你这招叫劝退术。什么？你说地下有东西？你连沙子都吃，你是饕餮还是挖掘机啊？你这么丑还冲最前面，谁给你的自信？你说你们打又打不过，骂我也听不懂人话，来干嘛了到底？以后组团冲岛前能不能先看看评价？我这岛5星好评，不接受差评。这金光的质感，这结界的电量，简直比小爷我每个月发工资时余额里跳出来那串数字还让人安心啊！姐，你看这光幕上是不是多了几道花纹？是善兽的残魂，他们在苏醒。苏醒？你之前不是说那些善兽把自己练成了封印，醒不过来了吗？善兽的残魂在沉睡，你驯服异兽归位，化解浊气，封印补得牢固又凝实，让天地清气得以回流，善兽残魂就被重新唤醒了。好家伙，所以我领杨老涛他们，还等于给封印做了个深度4%。山海异兽相生相克，善兽镇浊气，恶兽守洪流，天道自然就平衡。那后来是怎么乱的？当年域外黑手组织偷袭善兽一脉，善兽们无力应付，死伤无数，恶兽失去牵制，才导致暴乱横生，天道大乱。域外黑手，竟然有人能伤到上古异兽，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实力。你能让天道重新归序，说明你就是那个唯一能拯救世界的人。行了行了，别夸了，再夸下去，那善兽醒过来都得先找我拜个早年。山海秩序回暖，相柳的气息要是被监测到，海巡司不会再坐视不管，组织的整个计划都要黄。不行，我得把数据全部压下来。海域数据校准完了，我复核了3遍，没有异常波动，可以出报告了。好，我这就上传总部。这批监测数据稳定的话，总部就要撤人减编了。撤人？那感情好，这破夜班谁爱上谁上吧。缩编之后，我就不用再留在海巡司当卧底，就能回到老大身边共谋大业了。香柳苏醒气息已掩盖。看来我早早在海巡司内部安插眼线，真是明智之举。江野，你不是想守住封印吗？那我就再给你添一把火。既然监测数据稳定，海域风险也降到了低等，就让监测队撤退吧。这份数据真的没有弄错，荒岛海域怎么可能突然这么稳定？白队，我这边的现场反馈也不太对。这海面看着平静，但底层传感器爆过好几次短时浊气脉冲，
信号都被压下去了，传不到中心系统。白队，会不会是我们太紧张了？岛上有前辈守着，不会有事的。我亲眼见过那片海域的危险，不可能是这种数据。看来是我们海巡司出了内鬼。我得给前辈打个电话问清楚情况。前辈，我是白刚，您那边的海域情况如何？我们这边的监测数据一切正常，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虽然我已经知道了这岛上的异兽外界根本处理不了，但他们叫我前辈，我还是不太适应啊，整得跟宗门大长老似的。白队，你那份报告多半有问题。不，前辈您别我白队，您叫我小白就行，或者老白也行。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先说正经的。如果你们的设备没有问题，那报告多半被人动过手脚。荒岛海域暗流涌动，短时间根本不可能稳定。前辈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可能，你们内部不干净。前辈，我明白了，我这就把撤防计划教条，彻查内部。阿狗，这白刚每次叫我前辈的时候，我都以为他要跟我借钱呢。撤防借放叫停，那份报告被人动过手脚，数据有问题，所有人原地待命，把原始数据的流出窗口给我查清楚。以后和荒岛海域有关的事情优先处理，不需要经过我审核，直接同步给总部。都听懂了吗？前辈就是前辈，又是抓内鬼，又是给我们预警，太牛了！往后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绝不忤逆。只要前辈还在那里待着，就说明荒岛没有太平，我们绝不能撤退。快，就剩这个机房了，其他端口我们都查过了，没问题。里面的灯是红的，看来那个内鬼就在这里了。完了，我要暴露了。既然我暴露了，那你们也别想好过，所有人一起给我垫背吧！原来你就是那个内鬼，小动作挺多啊，正好今天一起清算。你潜伏在我们海巡司的核心数据口整整7年，就为了在今晚炸开封印，放出一道浊气。你们抓了我有什么用？我放出去的东西，你们拦不住！酒神即将苏醒，大夏注定要重回我们神尊的怀抱！你们完蛋了！队长，他放出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不清楚，但从能量变动来看，体型绝不比饕餮小。调2组监测船到东北侧外沿待命，把所有远程数据全部切到实时。你的同伙还有谁？你为什么要大肆散发浊气？那可不是什么浊气，那是我用生命给深海底下的那位大人送去的苏醒信号。信号？你口中的那位大人究竟是谁？他马上就要爬上来了，你们这些凡人就乖乖等死吧！姐，你快看，那玩意儿怎么长了9个脑袋？他吃饭是不是得摆9副碗筷啊？江野那是相柳，相柳上古9头凶兽，浑身是毒，凡是被他毒物沾过的海水，都会瞬间腐烂发臭，连封印都能直接溶解。这玩意儿不光能打，还会放硫酸，合着之前遇上的都是清汤锅，这次直接给我上变态辣锅底料了是吧？快去祭坛那边，做好防御准备。啊！姐，咱们的封印还能撑多久？这东西也太毒了，我招架不住啊！香柳溶解封印的速度比阵法恢复的速度要快好几倍，我们撑不了太久。9个脑袋，效率就是高，搞破坏都玩起批发了。这长条怪又在憋什么损招？他这是要把我们2个生生困死在祭坛上，做成风干渡头吗？对，他在用剧毒封锁所有的生路，根本没打算给我们留退路。不给退路，那正好，小爷我今天出门也没打算要退。白队，常规的灵能净化设备已经开到最大度了，但毒物的腐蚀性太可怖，净化器一碰绿物就直接融成铁水了。这是山海级的剧毒，凡人科技怎么可能滤得动？那上古相路的西芒死毒，连洪荒时期的神明肉身都能生生融穿。白队，那我们该怎么办？
滨海市已经拉响了特级红色警报，再由着它扩散，最多半小时，整个市中心上千万百姓都得玩完。立刻通知滨海市及周边所有沿海城区。江前辈，荒岛那边全看您的了，大夏的国门可全系在您一个人身上了。姐，那9个脑袋怎么全盯着咱们？瞅得小爷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在锁定祭坛核心，他想把封印一击打穿。那我们岂不是要完了？封印一破，这荒岛对他来说和全家桶有什么区别？看破虚晃，给小爷开！姐，左前方那颗头在憋大招，右后方那颗想绕后偷屁股，你出手冻住左边憋招的，右边偷袭的交给小爷。好，左边的交给我。姐，你这冰箱冷冻效果挺拔群啊，打起架来这么猛。闭嘴，专心点。可以啊，你们两个，一个强力吸水器，一个高效净化机，黄金搭档啊！你不是会驯兽吗？给这9个头也驯了，就省得我们打架了。姐，你抬头看看，这玩意儿都杀红眼了，我训谁啊我？一不小心我就直接成他的豪华加餐了。那你倒是瞄准点打呀！毒液全被你打到身上了。我打的是蛇头，又不是死摆子，他在天上跟蹦野迪一样乱摆，我能砸中就不错了。姐，你老家是北极的吧？冻得真够劲儿。少废话，相柳可还没倒下呢。这又是什么动静？祭坛动了，是老板，老板苏醒了。老板？什么老板？老板？老板在哪儿？快让我认认财神爷的长相。这不就在那儿吗？就这。姐，你是不是刚才被毒气熏坏脑子了？指着一团空气叫老板，要不要我给你挂个脑壳？谁跟你开玩笑？我之前和你说过，给你加薪就是老板亲自特批的。我见老板一直不露面，以为是你一个人在那儿角色扮演呢。那我们老板到底是何方神圣？总不能是个只转账不露面的赛博神明吧？重新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老板上古四灵之首青龙至尊。啥玩意儿？我的老板是一条龙，会飞天入地、呼风唤雨的那种？比你想象的还要能打10000倍。这就萎了，我刀还没拔呢，这家伙自己就缩成蚯蚓了。青龙大人出手，降服一个残血的相柳，还不是跟捏虫子一样轻松？姐，这到底咋回事啊？青龙大人是山海秩序的源头，当年那一战，他燃尽大半神魂封印凶兽，只留下一缕残魂沉睡休养，等待着天命守印人的觉醒。所以我的工资是龙发的。你脑子里除了工资还能想点别的吗？那老板现在出来是有什么工作指示吗？我去，什么玩意儿？老板，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你就算不想给我那么高工资，也不必要杀了我吧？老板，看什么看？能量不够了，画个小的省电。没见过节能模式啊？我去，龙说话了！我本来就会说话，只是天道规则被污染，大家都被压制了。不然你以为饕餮天生只会喵喵叫？他那是喉咙被卡住了。所以您真是我老板？不然呢？你以为谁给你批的20万日薪？青龙大人燃尽神魂封印恶兽，只剩一缕残魂休养至今。他苏醒一次代价极大。你刚才看到的青光，是他存了千百年的龙气。既然老板醒了，那我们以后岂不是谁也不怕了？这可是青龙啊！我现在就带人杀到破运会老巢，一锅端了！干嘛拉我？你去哪里端？人家老巢在深渊底下。趁热打铁呀！有老板在这顶着，咱们还怂什么？不是，大家怎么都不动了？
青龙大人目前只是一缕残魂，力量还没完全恢复，出不去这座荒岛。出不去？那老板苏醒过来是加固封印，升级结界，顺便看看我花大价钱雇的员工长什么样。青龙大人需要继续沉睡，接下来的外勤任务还是得靠你。合着到头来，搬砖的还是我呗？你以为我想睡？还不是当年那场恶战打得太惨了，本尊都快被打散架了。行吧，那老板，您平时怎么给我们派发任务啊？有巨信啊。不是，堂堂东方神兽之首，您还用智能手机呢？大惊小怪，本尊不仅会发语音，闲着没事儿还能打2把手游带妹上喷呢。啥游戏啊，老板？带我一个呗，我主玩辅助，贴身保护您。不闹了，这次苏醒，本尊会将残存的龙气融入整座岛屿，稳固结界。成了，以后那些杂有异兽都没有办法靠近这座岛半步。这么厉害？最重要的是，你得到了青龙大人的本源加持，你的驯服之力、手印天赋，现在的威力至少比之前翻了1倍。好像是有点不一样。1000年来，高傲的青龙从未真正认可过任何一个手印人，江野，你是第一个。那我的身价是不是该再涨涨了？青龙的本源气息，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在这时候苏醒？九哥，我们真的要启动灭世大阵？这玩意儿一旦失败，阵法的反噬会把咱们的精血直接吸干啊！青龙那老东西醒了，那些该死的善兽要开始反扑了。我们要是再不拼命，全得被江野埋在封印底下当肥料。可是九哥，强行抽干整片近海的封印根基，底下那些被关了几千年的大凶，要是提前放出来，咱们也控制不住啊！控制不住就一起死！只要那帮东西出来，先把江野吞了，我们就有活路。九哥，真的没有别的退路了吗？要么跟着本座搏一把，要么现在就死，你们自己选。江野，你不是很喜欢修墙补漏吗？那老子今天就把这整片海域的封印连根拔起！我去，老板刚修完的墙怎么又漏了？这是哪个缺德玩意儿在底下偷挖我们家承重墙呢？他们在透支整片海域的封印根基，不仅是荒岛，其他节点的封印正在被同时暴力摧毁。姐，你这表情比我看见饕餮流口水还吓人。怎么了？这次的问题很大吗？何止是大，破印会是想把大夏近海的所有封印点一次性全部炸开。这封印居然还有分店呢！山海封印遍布整片近海海域，荒岛只是中枢。他们现在在拆所有分节点，意思是我不能只在这守高地了？对，你得出去把其他节点稳住，否则外面塌了，大夏也一样会生灵涂炭。合着我不光要守家，还得当外卖员，挨家挨户上门给人做售后补漏是吧？你没有退路，这就是手印人的使命。白队，北边3座城市突发罕见怪风，风速已达12级。南边多城引发海啸预警，西边山区报告说，看见整座山在移动。白队，多地出现异兽虚影，网上全是民众拍到的视频，我们压不住了。这不是天灾，是异兽降世，凡人科技根本无能为力。白队，滨海市上空出现巨大古兽投影，实体化进度已经达到80%，马上要覆盖整个城区了。看来只能求助那位前辈了。前辈，全国10多个节点同时发生暴动，海巡司所有的防线都快被冲垮了。滨海市上空那个大家伙马上就要落地了。我已经看到了。前辈，您能腾出手吗？我们这边真的顶不住了，求您救救滨海市的百姓。我已经在码头了，说吧，先去哪儿？滨海市，再晚就来不及了。成，地址发我。不过白队，咱可说好了，这次算跨省出差外勤，海巡司得管饭啊。管一辈子。海巡司一定拿最好吃食的招待前辈。得嘞，等我。饕餮，左边那3团黑气，麻溜吃了，不许挑食。老奎，压制风力，
阿狗手死右边那2团，向沃你把毒物往回收收，熏到老百姓，我那点年终奖可赔不起。你看清楚点儿，那是穷凶极恶的怪物，不是炸鸡外卖。喂，下面那只红毛大鸟能听懂人话不？你过来咱俩聊聊，别在大街上吓唬小朋友成不？哼，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小涛，中午没吃饱吧？今儿给你加个餐，吃烤乳鸽。姐，滨海市的问题已经解决完了。我看到卫星图了，做得不错。不过你后面还有8个节点要跑，现在北边又冒出来2个兽蚁，正在往市区方向移动。8个？生产队的驴都没这么使唤的。林双姐，我带着这帮家伙跑跨省外勤，回去你必须给我补贴翻倍。少不了你的，回来再给你加个大鸡腿。听见没有？甲方答应加餐了，走，下一站。惊爆！神秘强者携山海异兽降世，万民得救，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全网刷屏了，小爷我这就成国民顶流了，不愧是我。去，口水别滴我新手机上，这可是新手机，这泼天的流量，要是能开个直播带货，我当场就能退休，实现财富自由了。想归想，想完了，该干活了。白队，真的要公开手印人档案。要知道，自我们防卫部建制以来，山海的守护秘密可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1个字。我要给江前辈证明，也要用这份绝密档案告诉所有百姓，这世上所有的安宁，都是有人在黑暗中拿命替我们扛着妖魔鬼怪。从白队您签下这份文件的这一刻起，这位叫江野的守岛员将拥有我们海巡司至高无上的 S 级特权。传令下去，从今往后，不管江前辈要滔天财富还是天才地宝，只要他开口，海巡司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满足。这时候谁找我？用我妹妹威胁我，你们找死！你立刻动身去一趟 A 市中心医院。医院？九哥，您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对那小子的妹妹动手？对，那是江野唯一的死穴。只要那丫头一死，他的道心必崩，荒岛上的封印不攻自破。这事儿你亲自去办，手脚干净点，别留活口。明白，九哥放心。要是办砸了，你就不用活着回来见本座了。你是谁？谁让你大半夜闯进来的？丫头，要怪就怪你的好哥哥坏了我们神尊的大计，你就安心去死吧。你胡说，我哥只是个为了帮我攒医药费，在荒岛上吹海风的普通保安，他连鸡都没杀过，你们凭什么害他？普通保安，他一个人可是挡着大夏大半个国门呢。行了，老子跟你废什么话，受死吧！下辈子投胎，记得别再找个爱多管闲事的哥哥，要怪就怪你那个爱多管闲事的哥哥。他要是识相点，早点死在海里，你还能在这病床上多躺2天。现在给老子去死吧！他娘的，哪里来的怪鸟？你给我下来！死鸟，你给老子滚下来啊！你给老子等着，等老子抓到你，非把你浑身的毛拔光了炖汤喝！干得漂亮啊，大雕！这套彩头迪斯科玩得挺专业啊。今晚回去给你加2个大肘子。兄弟们，手脚麻利点，进来抬死狗了。江野，这就是你憋了2天在病房里神神秘秘布置的终极护妹保卫战？对啊，古雕这家伙天生自带幻化和模仿，我让他变换成小月的模样，在这躺了2天，专门钓这帮破印会傻娟上钩呢。
把大名鼎鼎的上古食人恶兽当成妹妹的替身，你还真是够损的。双姐，这叫合理利用人力资源。那刚才他在杀手脑门上疯狂蹦迪，也是你们老姜家的合理战术？这只能算是保安队长的一点私人小报复。谁让破印会的这帮孙子天天跑来打扰小爷的荒岛退休生活呢？排队，荒岛那边出现极为恐怖的灵能暴动，结界能量指数正在呈现断崖式暴击，比之前异兽冲击带来的后果还要严重。前辈，大事不好了！荒岛外围出现不明深渊反应，恐怕有大变数啊！光幕结界的能量读数快精灵了，今晚深渊底下的太古裂缝整整向外撕裂了3层，这蔓延速度前所未久。怎么我刚出个差回来，家里承重墙又裂了？姐，我是守岛人，又不是刷墙工，天天修完东墙补西墙，我改行干装修算了。饕餮守东，象雄守西。老奎回祭坛把结界裂缝给我死死顶住。阿狗盯住水下，只要有东西靠近，立刻拉警报。北边呢？姐，你那雷达上北边有动静吗？奇了怪了，东西两侧灵能都快溢出来了，可偏偏北面海域的能量雷达到现在都是一片死寂的绿色。河罗鱼虽然平时是个干饭显眼宝，但狱警这块他那10条尾巴从来没出过错。你别看他平时傻，北边绝对憋了个能憋毙雷达的超级大家伙。那是穷奇。穷奇，双姐，这货也是你的老主顾？穷奇乃是4凶之首，他和饕餮不一样，饕餮是被封印后放出来，而穷奇从来没有被彻底封印过。他一直在海底深处沉睡，怎么会突然醒来？他在那儿悬空阿着造型盯小爷半天了，所以双姐，这长着翅膀的大橘猫今天也是冲着我来的？恐怕是天命手印人的血，对他来说是无上美德。不是吧，双姐，这大猫连一指头都没动就抖了抖毛，我辛辛苦苦收编的这帮兄弟怎么就干成气氛组了？穷奇是执掌太古杀伐的极恶凶神，体内的煞气对中低阶异兽有绝对的血脉压制。饕餮能顶着煞气不跑，已经很给你这个荒岛男主人面子了。那今晚我这个保安队长只能自己亲自下场肉搏了。唉，这年头当个保安也是真不容易。家人小心！他身上的煞气太恐怖了，我的本源冰封根本挡不住他。姐，你那拼夕夕拼单买的防弹冰墙质量能不能稍微靠谱点儿？小爷我的膝盖骨都快被这只大猫摁进沙子里当化肥了。我已经在尽全力调动结界冰源了。江野退，快退回木屋，这千丈水墙能把你砸成肉泥。退个屁！后面就是祭坛和封印，手印人要是退了，大夏成千上万的百姓怎么办？给小爷顶住啊！这又是啥？金光特效没关，这阵仗得烧不少电费吧？这是我们被尘封、被埋葬了整整3000年的上古善兽残魂，他们竟然在今晚集体复苏，主动降临凡谢了。集体复苏，合着是把我们公司埋了几千年的老功臣全部召回来加班了？这些善兽残魂沉睡了数千年，从来没人能让他们同时认可、主动归位，连当年那些强大的初代手印人都没做到。但江野，你做到了。姐，你突然在大晚上对我一通深情告白，小爷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事实。不过姐，这些残魂出来，应该能帮着我们一块揍那只大猫吧？当然，善兽的本能就是捍卫封印、守护生灵。如今凶神堵在门口，他们自然会坚定地站在你这边。那四舍五入一下，这些满天飞的金色神仙，不就全是小爷我的员工了？我这个荒岛小保安，今晚岂不是要起飞了？
我累死累活收编的野路子小队，加上这一大帮正规军，你告诉我这把怎么输？今晚这一战打完，山海世界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既然回不去了，那就不回了。咱们今晚就跟底下那些脏东西正式开战。好，那就陪你疯一把，正式开战。那还等什么？动手！看谁先把谁的狗头给生生拧下来！我说穷奇，你出门前是不是把沼气池给啃了？那嘴里的味儿，隔着300米都能把我熏个跟头，大家都不愿意接近你，你丫自己没发现吗？你这小子，到底是来拯救世界的，还是来找妖兽拉家常？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战前精神干扰，打架和聊天两不耽误。给我开！让小爷我好好瞅瞅，你这不可一世的杀伐大猫，到底把弱点藏在哪条阴沟缝里了？林双姐，这大猫最致命的煞气源头就在胸口正中央，咱们先把外面那层壳打烂，后面的就好办了。是，你说怎么打，我就怎么配合你。饕餮，别装死！你带头给老子在正面顶住他的煞气冲击。相柳、老奎协助山海山兽的残魂从2翼给我列阵冲锋。姐，那大猫扛不住了，想往左侧海域躲闪，你出手给我把他的退路封死喽！好，交给我。林双姐，这大猫彻底撑不住了，他已经给小爷我跪倒趴下了。别停手，江野，把神光开到最大，一鼓作气把他的本源煞气冲散。林双姐，小心身后！那又是个什么鬼东西？穷奇打不过，还带叫家长的。陶武，4大凶兽中最后一位，他和穷奇一旦联手，能颠倒规则，所有的术法神通、属性克制、阵法秩序，在他面前统统作废。什么意思？我去，技能呢？老子的技能呢？那是陶武的本源神技，颠倒规则，所有的术法在他面前都不会有作用。失效。意思是我的水遁和你的冰全白练了。姐，你先退，往光幕那边走。你一个人根本扛不住他们2头太古凶兽，扛不住也得顶上去。光幕要是碎了，不止咱们，还有千千万万个华夏百姓还得玩完。糟了，光幕要彻底裂开了。绝对不能让这丑八怪再砸下第2巴掌！你这个天杀的大耗子，你既然能篡改这天地间的规矩，那今天小爷我就用这副肉体凡胎强行改了你丫的狗命！江野，光幕守不住了，要碎了！碎什么碎？老子还没死呢！你伤得太重了。现在所有的天地规则都被陶图强行颠倒，我们根本无法跟他们对抗。听我的，先推进祭坛深处的地宫躲一躲。躲？往哪儿躲？陶素再挥下一爪子，整座荒岛的结界就会彻底破碎，外面的城市会被浊气吞噬，我妹妹小月也会被活活撕碎。可是我们的神通一触碰到陶素的混乱波纹，就会被瞬间抹熟。强行冲上去只是白白送死。单一属性的神通确实会被他克制，可如果我把控水、虚妄、御旱、毒域、青龙、龙气5道不同源的力量强行融合在一起呢？这种混合之力根本不在固有规则之内，陶护就算想篡改，也无从改起。武力融合，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哪一任手印人敢这么疯狂的尝试。一旦力量失衡，你自身的经脉会在瞬间被冲散，神仙都难救。林双姐，你看现在我们还有的选吗？大不了小爷经脉尽碎，当个废人，总好过看着大家都死在眼前。饕餮，你扛正面夺气冲击。相柳牵制陶物2侧动向。魁牛稳住整片海面，别让浪潮冲垮祭坛根基。合龙鱼紧盯暗处露出的域外灰气。各位上古的前辈，麻烦随晚辈一同冲锋。今天我们合力压下这2头畜生，守住这美好的人间。真的生效了，江野，这种混合的力量完全不受他颠倒规则的克制。陶物，你这畜生能改得了单一的术数，却改不了老子汇聚天地间所有力量的混元大道。我帮你阻拦他们绕后偷袭，你专心稳住核心力量。多谢林姐，咱们今日守住这片封印，往后人间才能安稳度日啊！
还好吗？江野，5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强行相融，你的经脉肯定受了很严重的内伤，别动了，赶紧歇歇。总算把结界补回了。刚才小爷差一点就栽在桃湖那畜生手里了。今天也多亏了你们几个死死撑住侧翼，要不然光靠小爷我这小身板，哪顶得住2头太古凶兽的毒打？先别急着放松警惕，江野，你看，海面底下的浊气还在源源不断的往外冒，幕后之人不会善罢甘休。不错不错，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蝼蚁挣扎戏码。凡间手印人，你居然能强行抗住穷奇和桃木的联手，看来本座之前的确有些小瞧你了。破阴会的人，你这个只会躲在阴暗角落里搞小动作的老王八！哼，今天终于舍得把头探出来了。还有你，高贵的青鸾后人，生生世世守着一堆早已凉透了的残魂，日复一日将自己关在这荒凉的破岛上，不觉得累吗？域外邪祟祸乱世间，我们守封印护苍生，此乃大义，何来累字一说？倒是你，身为大夏血脉，却甘愿做域外魔神的走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良心？这片天地本就不该有什么狗屁封印。你们以为当年洪荒秩序崩塌，无数神兽陨落，不得不以身化作封印，仅仅只是一场意外吗？林双姐，她这话什么意思？当年的洪荒大难，难道还另有隐情？当年的一切都是域外邪祟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们暗中偷袭、下毒、屠杀毫无防备的善兽族群，导致恶兽失去制衡，人间血流成河。万般无奈之下，残存的太古人兽才燃尽最后的本源，将所有妖魔封入这座深海荒岛。知道了真相又能如何？那些愚蠢的善兽早就灰飞烟灭了。如今仅凭你们这2个残废，外加几头被驯服的丧家之犬，拿什么来阻挡我们？老杂毛，你敢强行打开域外通道，是想让整个人间变成地狱吗？地狱又如何？旧的秩序本就该彻底毁灭。当域外魔神大人彻底降临之日，便是新世界开启之时。白队，不好了！西侧沿海的3处4级封印在瞬间被强行崩碎，浊气已经侵入沿海的城镇居民街区了。白队，城郊的河道在刚刚一瞬间彻底干涸了，地面裂开了几丈宽的地缝，无数异兽的黑影正在街道上到处乱窜。通知所有外勤队伍，不管是文职还是武职，全都给老子顶上去！开启所有的镇煞屏障，能拖1秒是1秒，没用的，白队！普通的灵能屏障，一碰到那些域外浊气，3秒钟都撑不过就彻底消融了。我们的灵能装备对那些鬼东西根本不起作用。难道我们真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城市被这些怪物一口吞掉吗？江野，你快看那边，域外的浊气跟复苏的凶兽交织在一起，双重灾难同时压下来，大地已经开始支撑不住了。我明明加固过那么多次4级封印，怎么会碎得这么快？域外通道打开之后，涌进来的浊气自带瓦解封印的力量，再加上异兽在外围不断冲撞，我们的结界根本撑不住多久。饕餮，你去东边浊气最浓的地方吞掉邪气。相柳，用净化毒物护住沿岸城镇。魁牛，稳住近海浪潮，别让洪水冲进居民区。各地封印接连碎裂，干旱、洪水、毒物幻境同时爆发，山河彻底动荡。这是洪荒崩塌以来我们遇到过的最凶险的局面。我管他什么绝境，只要小爷我还站在这荒岛上1天，这人间的封印就休想彻底消失。江野，别再强行催动灵力了，再这样耗下去，你的浑身经脉会彻底崩断的。我们已经做到极致了，这域外浊气根本不是血肉之躯能扛得住的。拼不下去也得拼，我妹妹还在 A 市。我大夏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在老子身后站着呢，小爷要是现在退了，这人间谁来守？螳臂当车，域外大势已成，神尊降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天理。你们这2个蝼蚁再怎么挣扎，最后也只能沦为这灭世浊气里的一捧飞灰。连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凶兽都到极限了，贼老天，你真就一点活路都不给老子留是吧？不可能！青龙残魂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彻底苏醒？域外邪祟，胆敢在我大夏领土祸乱我大夏苍生，本座蛰伏这深海大渊1000年，便是为了今日镇恶荡魔。青龙老板，你可算醒了！你再晚来2分钟，今天就只能在这荒岛上给小爷我哭丧了。江野，你以区区凡人之躯守护印记，驯服绝世凶煞，连接太古善魂，是你这份1000年难遇的守护执念，唤醒了沉睡的本尊。江野，你快看，青龙之气自带各支域外邪祟的太古本源净化之力，浊气正在被强行净化，我们终于争取到反攻的机会了。
青龙复苏，凶兽叛变，连那些该死的残魂都跑出来护市。本座筹谋了整整1000年的惊天布局，凭什么毁在你们这2个蝼蚁手里？老东西，大势已去，识相的，现在给老子双手抱头，跟老子回海巡司自首。白队看在小爷我的面子上，说不定还能给你留口热乎饭吃。本座等了整整几千年，就为了等着该死的封印粉碎，新世界重临世间。一句轻飘飘的自首，就想打发本座？洪荒时期的累累白骨，至今还埋在海底。域外的邪灵除了带来永无止境的毁灭和杀戮，什么都不会给你。青鸾的余孽，你懂什么？你们这些自诩正道的蠢货，生生世世守着这残破的荒岛，像囚犯一样把自己和众生困在无尽苦难的循环里，也配叫守护？天地自有阴阳平衡，你强行撕裂秩序，引狼入室，只会让万灵俱灭，彻底化作虚无。平衡？去他娘的狗屁平衡！既然本座得不到新世界，那今天本座就拉着整个人间一起陪葬！老王八蛋，你又想玩什么花样？江野，快阻止他！那是域外的万魂献祭邪核，一旦被他用神魂点燃，整片荒岛的封印根基会在一瞬间被彻底撕碎。事到如今，老子早就没有回头路了。我麾下破印会信徒们的神魂早已与大阵相连，众弟子今日随本座同生共死，撕裂这座囚笼。誓死追随九哥，红碎山海，恭迎神尊。江野、林霜，还有这条苟延残喘的残龙，既然你们毁了本座一生的心血，那今天所有人就陪本座一起彻底坠入灭世的深渊吧！哈哈哈哈哈哈！坏了，这帮疯子用了神魂献祭，封印的最底层正在被这些黑气硬生生往里侵蚀，连青龙老板的龙迹都快压制不住了。这是破印会用成百上千邪徒的神魂点燃的怨念献祭，这股力量本就自带毁灭规则，寻常的进化手段一碰到它就会被同化，根本挡不住。这股献祭邪力直接扎根在封印的基石上，一旦封印根基受损，能量倒流，全世界大夏境内的所有次级封印都会在瞬间发生连锁崩溃。各地的次级封印本来就已经受损严重，要是荒岛的主根基今天炸，整个大夏就彻底完了。纵使在上古洪荒时期，秩序崩塌也未曾有过这般惨烈景象。当年至少还有成百上千的善兽神蜥并肩抵抗，可现在能并肩作战的，只剩我们了。饕餮，你给老子住口，别再吞了！这是献祭的剧毒浊气，再吞下去，你的神魂会被生生融化的！给老子推回来！大阵崩塌已经进入倒计时，每过1秒钟，结界破碎的速度就会加快1分。老子不甘心啊！难道我们费尽心机，最后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秩序当着我们的面毁于一旦吗？是封印最底层的那些善兽，他们开始自行解封了。自行解封？林霜姐，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封印都要破了，他们不趁乱逃命，跑出来干嘛？封印要崩了，这些善兽，他们选择放弃转世重修的机会，强行自行解封，是要去用自己的神魂去填补大夏各处破碎的次级封印。他们在用他们的身体去替人间多争取哪怕1分1秒的时间。那他们自己呢？他们最后会怎么样？如果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法，他们全都会神魂俱灭，永远彻底消失在这天地之间，再无轮回。他们自己知道去了就会彻底消散，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吗？他们知道。既然知道，那他们为啥还要去送死啊？他们是疯了吗？因为他们当初甘愿被封印在这暗无天日的海底3000年，就是为了今天，为了用最后的魂飞魄散来替我们大夏挡这一灾。白队，奇迹，简直是奇迹啊！大夏东北方向的2处濒临破碎的封印节点，崩塌速度突然停下来了。我们监测到有无数股极其温暖的未知金色灵能正在疯狂融入城市。能撑多久？计算不出来具体时间，但他们在用自己的能量抵消浊气。至少今晚，这几座城市保住了。好，撑得住就好。白队，那些金色光芒到底是什么高科技？大夏的卫星怎么连他们的一丝信号波窗都检测不到？那不是什么高科技，那是我们大夏上古的善兽神明，他们
是在拿自己最后的命替我们整个人间挡灾。江野，善兽们的神魂献祭只能暂时延缓封印崩塌的速度，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把源头彻底除掉，所有防线早晚都会被撑破。我清楚。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搭建最硬的防线，分区域死守，直到给老子拖出能一击必杀的机会。饕餮，你给老子驻守东侧近海，把飘来的浊气全吞了，死死挡住从深海冲出来的那些暴乱恶兽。相柳，给我把净化毒物全部覆盖在南侧海岸线上，护住沿岸的居民。记住，毒物只能净化邪气，不能伤到普通人一分一毫。老奎，使出你的看家本领，给小爷用雷音锁死整片近海的潮汐乱流，别让那些疯长的巨浪冲垮了海防大队在沙滩上建起来的临时防护大阵。我以龙气为你们斗底，但若是防线出现缺口，我必须第一时间驰援主封印。多谢青龙大人。前辈，全国所有执勤队伍已经全部出动，沿海内陆各防灾点全部布置完毕，只是人间器械扛不住域外浊气，撑不了太久。白队，别慌，让你们海巡司的所有人立刻依托善兽神光笼罩的范围进行防守，神光之内浊气会被压制，千万不要单独踏入黑雾区域。收到，我们所有人都会全力配合异兽调度。在上古洪荒时期，神明、山海异兽与人族之间界限森严，老死不相往来。万万没想到今天，我居然能看到两族并肩抗灾的画面。这有什么没想到的？那些域外杂碎要灭了我们所有人，大夏人族、山海妖兽本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今天必须并肩作战，把他们打回老家。林双姐，看这架势，咱俩这回搞不好真要彻底翻车在这座破岛上了。大封印的最底层马上就要彻底崩塌了，那域外怪物依靠吸食失衡力量而活，它的力量还在疯长。这个怪物吃的是封印裂开时缝隙中的失衡之力，封印越碎，它的力量越强。我去，林双姐，你眼睛怎么了？山海青鸾纯血，最后一代守御之魂，今天是时候履行我的宿命。姐，你这是直接变身鸟人了？闭嘴，给老娘看好了！秦霜，你这是在用你自己的命和魂魄强行燃魂补印了，你疯了！我守了这座岛整整3000年，今天就算是死，老娘也绝对要让他给我撑到最后一刻！林双姐，你醒醒，你翅膀呢？你别吓我呀！我的青鸾血烧完了，封印也暂时撑住了，接下来的路得你自己走了。姐，林双，你跟老子说句话呀！你还没给我发工资呢，你不是说好要给我加鸡腿吗？你他妈给老子睁开眼跟我说句话呀！江野，躲开！有人吗？别跟小爷玩这种默片效果啊！我现在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翘翘了？这儿是阴曹地府还是凡间啊？你还活着，此处乃是天道与你心神交汇的太古之所。你方才以肉体凡胎强行阻挡域外本源一击，肉身濒临崩溃，神魂却被你体内的山海本源死死护住，打入此间。那你呢？你到底是谁？我即山海天道，是当年上古善兽燃尽神魂封印恶兽后，天道意志自行凝聚而成的一缕灵石。3000年来无一人能唤醒我，直到今日，你与这万年来的守护信念彻底触发了封印的共鸣。难道我是守印人这件事，也是你一早就设计好的？不，那是你自己选的路。你杀楼鱼、训饕餮、收相柳、镇穷奇、抗桃物，以一己之力硬抗域外之力，以凡人之躯走完了1000年来所有守印人没能走完的大道。今日你打破宿命限制，彻底觉醒守印人的终极本源。江野，你可愿继承上古万千善兽的意志，手握山海神光，斩断这1000年的祸乱根源？我江野这辈子没什么大志向，15岁为了生聚下海捞鱼，20岁为了挣钱上岛守夜，就为了挣点钱给我妹妹治病。我就想过些安安稳稳的小日子，真没想过要当什么救世主。但你自上岛以来所做的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最终都成为了拯救这个世界的无上神迹。是啊，
那天我一时贪心，答应林双姐上岛的时候，光想着工资有10万一天，谁知道顺带把整个世界的血债都结了。一旦你今日承接了这份至高无上的山海意志，那么异兽一日有暴动之险，你便一日无法离开那座无人荒岛。你当真甘愿承受？既然接了差事，就没有半路撂挑子的道理。小爷我答应了。至于那狗屁神光，你爱给不给？反正外面那个杂碎，小爷我今天打定了。好一个打定了！江爷，上古山海神光，我今日便赐你，接住它。域外的杂碎，你爷爷我已经醒了，你还想当缩头乌龟躲到什么时候？还不给老子滚下来！咱俩今天把这几千年的总账彻底算清！一介卑贱如蝼蚁的凡人，也敢妄想用螳臂来阻挡本尊的灭世大计？凡躯怎么了？你那些注入邪力的罗鱼、玄龟、肥参、穷熊、桃物，哪一个没被小爷我抽筋剥皮？你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烂牌？少废话，一并给老子抖落出来！萤火之光也敢与烈日争辉？你真以为杀了本尊几条看门的野狗，就能伤得了本尊的域外本源半分吗？江爷，这力量不对，他在燃烧魔神本源。快退守祭坛底层结界，暂避锋芒。退！小爷我的字典里今天就没有后退这2个字，老子今天一步都不退。你要这人间山海崩塌，就先从我这肉体凡胎上碾过去，碾不碎我，你就给老子滚回你的狗窝里去！区凡人，神魂深处怎会有如此恐怖的信念？你问老子为什么执念这么重？那你就给我看好了！第一拳是替林双姐还给你的，她为了大夏，把自己的青鸾神魂和真血都给烧个干净，老子要你拿命来赔！第二拳，替这荒岛底下被关了整整3000年的所有山兽还给你的，他们把自己炼化成了没有自由的破烂封印，你这些域外的畜生也配奴役他们！第三拳，替老子自己打的，你让老子半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天天修墙，天天打架。你知不知道守岛多累？给小爷彻底下地狱去吧！妈的，累死老子了！以后终于不用加班了。域外魔神已被彻底镇杀，邪祸的根源终于断了，浊气消散，那些残存的恶兽失去邪力加持，不足为惧。江爷，你这臭小子真的打赢了？那是必须的呀，林双姐。你现在给小爷说说，我是不是你守岛3000年来招到的业务能力最能打、最帅气的超级员工？是，你不仅是姐姐我招过的最出色的守岛员，江爷，你还是这整片山海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守护者。林双姐，你瞧瞧小爷我这神通，算不算是给咱们这破旧的山海系统来了一次完美的重装？你管这叫系统重装也行，反正山海规则乱了3000多年，能把它彻底修补完整并运行起来的，全天下也就你这独一份了。饱了，真香！我勒个去！等等，饕餮，你这扁桃体什么时候发育完全的？你怎么会说大夏话了？因为你把山海的秩序规则全部修复完善了，我们这些高阶异兽的灵智被神光点亮，自然也就会说人话了。我们也学会了，主人，你看，我们9个脑袋现在能说9种不同的相声了。要不要我给你来一段9口相声？打住打住，千万别一块说，吵得跟菜市场买菜似的。我也能，就是这舌头不太利索。你怎么还是汪汪叫？你又不是真的狗。行吧，你高兴就好。以后看家护院、防小偷的保安工作还是交给你了。所有的太古善兽残魂，在你的神光修补下，重新获得了生命，重归人间了。手印之人，这整整3000年的暗无天日封印，今日因你江野一人之勇，我等方脱牢笼，此等再造神恩，山海万兽永生铭记。若非你以凡躯成道，训凶归序，我等残魂永无重见天日之时。别，都别谢我。要不是你们3000年前燃魂封海，挡住恶兽，人间早就没了。我只是顺着你们铺的路走了几步而已。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诸位才是山海真正的大恩人。我江野就是个拿工资干活的普通守岛员，受不起诸位这般大礼。山海规则在千万凡人中偏偏选中了你，
果然并非偶然啊！哪有？说不定是看我长得比较帅呢。姐，你说山海的规则现在都重新梳理完了，深海底下那帮平时不听话的刺头恶谋，真能这么老老实实听话？山海规矩已重回正轨，诸神善兽尽数归位，吾等深海恶兽往后自会遵守善恶平衡，绝不再主动踏入人类凡间半步。哼！你这手艺人的刀太快，这王八壳子结界又硬得邪乎，这规矩老子认栽！我去，刚那是穷奇和桃呼在跟小爷我服软，那俩平日里恨不得生撕了我的狗脾气，居然转性了。百兽俯首，天道归位，大夏历经3000载，终于在今天迎来了真正的万世太平。等等，这又是几个意思？这破鸡蛋怎么还在吸小爷体内的本源？喂，卸磨杀驴也没这么急的吧？江野，别慌，这是天地间的系统秩序已经彻底重建完毕，天地不再需要强制手印人宿命，你身上的天命枷锁正在解开，你自由了。不是，那天道老头之前说的那么邪乎，什么凡躯成道无路可退，什么终生绑定不得离岛，合着全是吓唬我的？呵呵，天道也得看人下菜碟嘛。当时局势危急，不把后果说得惨烈些，万一你这出了名的守财奴中途撂挑子跑路，大夏上哪儿找第二个人去？成，防我跟防贼一样，合着连天道都学会黑心老板虚假宣传这套了是吧？老子要投诉你们！我靠，这他娘是鸟屎！天道说了，这叫鸿运当头，是特意给你的谢礼。行，算你狠，这谢礼小爷收下了。天道大爷，我谢谢您全家，我闭嘴，我不骂了还不行吗？这是沉寂的青鸾神力，怎么会突然觉醒？嘿嘿，这是我跟天道做的小交易，只要小爷平定山海，就必须治好你的暗疾。姐，你快感受一下，体内的青鸾本源是不是全回来了？哎，姐，你眼睛怎么红了？不会是被小爷我的人格魅力感动哭了吧？少臭美，那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滚回城里去看你妹妹？回，立刻回！老子现在1秒钟都不想在这鬼地方多待了。这破花岛，谁爱守谁守去吧。小爷，我现在就要回城，老子今天光荣退休了。你该为他感到高兴，山海无恙，他也彻底自由了。我知道，我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替他感到高兴。哥，你发什么呆呢？火锅都要煮干了。没发呆，哥就是觉得能这么安安稳稳的坐着陪你吃上一顿火锅，跟做梦一样美好。那可不，现在我的病全好了，你再也不用去守那什么孤岛了。对了，哥，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想通了，往后余生就当个混吃等死的普通人。以前上岛是穷疯了，为了给你挣药费，现在你痊愈了，哥还拼什么命啊？那你要不要在城里先找个朝9晚5的班上上？上班那是不可能上班的。哥9死1生，好不容易熬到头，高低得先躺平摆烂他个大半年再说。行，躺。林姐带着神兽镇守荒岛，深海恶兽也尽数臣服。或许，每天陪着小月晒晒太阳、吃吃火锅，就是我江野最完美的结局吧。哟，江大老板，前几天在码头走的时候，不是还信誓旦旦的放狠话，说这破岛你生生世世多待1秒都是狗吗？怎么今儿个连铺盖卷都抱回来了？是啊，江财民，你不是嚷嚷着要享受退休生活吗？你们懂个屁！如今海内风平浪静，大阵完好无损，也就是说，现在留在岛上根本就不用再去跟那些怪物玩命了，对不对？小爷我当然更要留下来了啊！那是自然，现在的荒岛连只蚊子飞进来都得登记，安全的很。那小爷我当然更要留下来了呀！你不是要换种人生享受吗？在这荒岛上想啊？对啊，姐，你瞧瞧这配置。独栋海景别墅，高科技智能木屋，还附带一堆神兽当免费宠物，这搁在外面高低是个1000亿级度假村吧？再说了，小爷我立了拯救世界的功劳，你们该不会连退休金都不想发吧？我警告你们，敢拖欠工资，我可要去仲裁你们了！发，少不了你的。不过既然现在没有危机任务了，可就没有危险保监了。1个月只有3000块的保底工资，你确定还要留下来当保安？3000就3000。小爷我天生就是个守岛的，能躺着绝不站着，没补贴无所谓，但有一条，必须管饭。那必须管够。我们堂堂山海神兽，要是连你一个保安的饭都管不起，传出去岂不让深海那帮刺头笑掉大牙？成交！今晚这顿退休宴，小爷我亲自掌勺，请大家吃顿好的。小月，起锅烧油，火锅端上来。我去，你个天杀的败家玩意儿！
老子连一片毛斗都没捞着，你他娘连锅带汤全给我焖了。嘿嘿，这火锅太烫了，我帮大家晾晾。晾到你肚子里去了是吧？那下一锅我保证等你们吃完了再吃，好不？废话，下一锅我们先吃，等所有人都吃饱喝足了，你再过来舔锅底。山海无恙，万寿归途，妹妹平安，而我也终于在这座荒岛上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咸鱼退休生活。也许这吵吵闹闹的市井烟火，才是我们最完美的结局。